1971年，一个叫大卫的美国男孩出生了，但他跟其他孩子不一样，他没有免疫力，医学上叫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。出生20秒，大卫就被放进了绝对无菌的透明泡泡里，一切活动只能在泡泡里进行，因为世界上所有东西对他的身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。12岁时，父母决定给大卫做骨髓移植手术，希望可以帮他重建人体免疫，但手术失败了。15天后，这个没有免疫系统保护的孩子就匆匆离开了人世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星河百度。别看咱们平常满面红光活蹦乱跳的，其实在我们没有挂掉的每一秒，都有上亿的细菌病毒缠我们的身子。好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一支数量庞大、训练有素的作战部队——免疫系统，他们一次次抵抗入侵者，每次战争的规模都相当于10个第二次世界大战。所以说人活着真不容易，我们感觉不到，只是因为有一套比任何医疗手段都牛的免疫系统替我们负重前行。生物生存需要能量，一般生物都知道要去创造，但像细菌、病毒这样的微生物，它们就不讲武德，来骗来偷袭，寄生在其他生物体内，分享宿主的食粮，享受宿主的呵护。对微生物来说，人类就是个完美的选择。虽然很多细菌对人体无害甚至有益，但也免不了有些入侵者吃饭砸锅，端碗骂娘，自己舒服了还不让人类好过。轻则腹泻、结核、肺炎，重则鼠疫、麻风、梅毒。为了保护自己不被侵略，其他生物也不会乖乖就范，几乎所有生物都有自己的防御机制。还拿人类来说，我们的身体里很早就进化出2套极其完善的免疫系统。这天你一边走路一边刷 B 站，结果不小心踩到了一颗生锈的钉子，你骂骂咧咧看了下伤口，觉得问题不大，但对于此处的细胞来说，简直就是世界末日。钉子上数以万计的细菌发现自己竟然穿过了厚如城墙的皮肤，来到了身体内部。这里要提一下，别看你的皮肤又软又弹，跟鸡蛋白一样，但对于细菌来说就是铜墙铁壁，它有足足50层细胞覆盖着，再加上不断的再生和脱落，足以把来犯者拒之门外。不过现在这颗钉子打破了第一道防线，细菌们发现这可比外面好太多了，有吃有喝有房住，来了就不想走了。这个时候，在周围巡逻的巨噬细胞嗅到了危险信号，它们火速赶往现场，拉开了第一波防御战的序幕。巨噬细胞体型比较大，如果把普通细胞看成是一个人，那巨噬细胞就相当于一头犀牛，当然脾气也跟犀牛一样火爆。它们抓住入侵者直接生吞，一个巨噬细胞在死亡之前能吃掉100个细菌。可惜细菌的繁殖速度实在太快了，半个小时就能翻一番。于是巨噬细胞燃起狼烟，给中性粒细胞传递信号。中性粒细胞是血液中最多也是最厉害的免疫细胞，它们手段更狠，不仅可以吃掉细菌，还可以喷射酸性物质，甚至可以自爆，但就是有点无脑，杀红了眼连自己人都不放过，对周边的身体组织造成同等伤害。随着战争愈演愈烈，你觉得伤口有点肿，有点热，还有点疼，这是因为此处的血管会增加通透性，让更多的体液流向战场，目的是把感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，不至于扩散。这个过程就是炎症。一般的小伤口在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努力下，都能不出意外的快速愈合。意外的是，这次的钉子有点脏，伤口有点深，敌人有点多，而且细菌也是有生命的，它们能对环境做出反应，启动防御机制。这个时候，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最多只能让局面不恶化的太快。好在还有个情报员一直在关注着事态变化。当感染开始后，树突状细胞上场了，它们长着长长的触手，抓住入侵者撕成碎片。不过它的工作并不像前面2种细胞那样简单粗暴，它吃掉敌人是为了获取对方的结构、种类等信息，以便开启第2波防御战。收集完样本后，树突状细胞立即赶往免疫系统的情报中心淋巴结，目的是找到能够与样本配对的辅助型 T 细胞，也就是找到恰好能精准打击这个细菌的辅助型 T 细胞。挺神奇的，对吧？我们的免疫系统里怎么这么巧就一定有一种辅助性 T 细胞能够对付特定的细菌？这不是巧合，适应性免疫系统为世界上所有可能的敌人，包括曾经有过的、现存的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，都准备了专门的武器。它可以说是全宇宙最强的武器库，用来对付你能想象到的任何敌人。配对成功的辅助性 T 细胞一上来就不断的复制自己，然后分成2队，一队迅速赶往战场，其实也不是很迅速，因为从树突状细胞取样开始到现在，差不多已经过了3-4天，人家细菌都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，子子孙孙好多代了。这个时候巨噬细胞已经疲惫不堪，但是辅助型 T 细胞来了之后，
用特殊的化学信号说了句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，给我拉上了，瞬间给巨噬细胞加了 buff， 重新焕发能量的巨噬细胞再次投入到战争中，而且战力值拉满，开启屠杀模式。另外一对辅助型 T 细胞的任务就更重要了，激活携带抗体的 B 细胞。抗体是蛋白质结构的超级武器，前面那些细胞再厉害也只是拿刀乱砍，而 B 细胞的抗体就像是重型武器。跟辅助型 T 细胞一样，我们的身体里也有能够对付每一种敌人而制造特定抗体的 B 细胞。被激活之后， B 细胞变身为终极形态的浆细胞，也开始自我复制，然后释放抗体。它们每秒可以释放2000个抗体，那种场面就像是发射100万、1000万颗火箭弹，简直是入侵者的噩梦，甚至癌细胞都得让它散分。B 细胞的加入宣告了战争的结束，入侵者无处遁形，一败涂地。这个时候，免疫系统的战士们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了，开始进入程序性死亡，以免对身体造成进一步损害。不过，一些辅助型 T 细胞会变成记忆 T 细胞。我们常说的对某种病免疫，就是体内有能对付特定敌人的记忆 T 细胞。一些 B 细胞也会活下来，持续制造少量抗体，让你对这种细菌免疫。看到这儿，你可能会觉得免疫力强的话，是不是就百毒不侵了？事实上，你绝对不会想要这种超能力。如果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太强，只是轻微感冒，你就会出现严重的发炎、发热和乏力等症状。如果 B 细胞太强，只是去街边撸个串，你就会严重腹泻，甚至过敏性休克，几分钟之内就可能挂掉。不过可以放心，一般情况下，由于作息、饮食等原因，我们的免疫力不仅不强，还稍微弱了点。要怎样让免疫系统处于一种既有一定攻击性，又能保持冷静的平衡状态呢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免疫系统会不停地生成数百亿新细胞，而要让这些新生细胞在战场上所向披靡，就必须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蛋白质、维生素等元素就是免疫细胞的粮草。大家发现没？每次头疼脑热，医生都会让我们多吃蔬菜水果，这是因为大多数维生素人体都没办法合成，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。而平常我们自己吃什么都不注意，更别说关心细胞吃什么了。时间一长，免疫力低也就成了一种常态。201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，维生素 C 可以强化各种免疫细胞的功能，比如在中性粒细胞中积累，增强其趋化作用和吞噬作用。2019年的一篇综述提到， B 族维生素在免疫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， B2 与免疫细胞的分化功能有关， B3 能够调节免疫细胞的抗炎特性。大家应该有过这种经历，哪几天要是休息不好，就特别容易感冒。由于睡眠跟免疫系统也有直接关系。歪维此利谱中有个实验，研究人员检测了150名受试者1周的睡眠情况，然后根据睡眠时长分组并隔离，接下来往他们的鼻子里喷感冒病毒的活病毒培养物。当然，这事先征得了他们的同意。随后的1周继续观察，结果发现平均睡5个小时的那组人感染率为 50%， 而平均睡7个小时的感染率只有 18%。 既然这样，睡眠不够能否疫苗来凑呢？打了疫苗是不是就可以放心熬夜了？结果可能又要让你失望了。在另一项实验中，还是2组健康的年轻人，一组连续6天只睡4个小时，另外一组每晚睡8个小时。6天后接受流感疫苗注射，然后检测他们产生抗体的反应程度，来判断疫苗是否成功作用。结果8小时睡眠组显现出了健康的免疫系统，而4小时睡眠组的免疫反应低了 50%。 更糟糕的是，即便这些缺觉的人之后补觉2到3周，也没办法产生完全的免疫反应。也就是说，一旦错过了当下的睡眠益处，就很难通过之后的更多睡眠来弥补了。根据 R90 睡眠方案的建议，每天最好固定睡觉和起床时间，困了不要硬撑，不困也不要硬睡，保持规律的睡眠计划，不仅能让你一整天精神十足，还能对免疫系统起到积极作用。适当运动也可以强化免疫系统，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它能促进体液的全身循环，让免疫细胞在身体各部位的流动更顺畅，一旦发生紧急情况，也能够更快速地进入防御状态。细菌病毒都是靠增殖来扩大破坏力的，这真切体现了兵贵神速。免疫细胞投入战争的时间越早，就越容易对付入侵者，对身体的伤害也越小。2020年，一篇关于运动对免疫系统作用的研究报告指出，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体育锻炼，都能显著改善免疫系统。也就是说，即便你平常没有运动的习惯，哪天一时兴起出去走2步，对免疫系统都是有益的。当然，如果你的运动能保持一定的规律、强度和持续时间，强化作用还能同步提升。不过，也并不是说运动量越大越好，
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不仅对免疫力无益，还会导致细胞免疫力下降，增加感染疾病的风险。根据国际运动与免疫学学会的说法，持续9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，免疫力就会下降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长时间坐着，也不要高强度运动，每周保持3次30分钟左右的慢跑、骑行、游泳，坚持一段时间，身体就会给我们最好的回应。在人类已知的生物系统中，除了人脑之外，就属免疫系统最复杂了。毕竟它要保护的你是一个拥有40万亿个细胞的庞然大物，所以它必须每分每秒都保持警惕。一旦有入侵者，尽力在你察觉到之前消灭敌人。战争平息，他们大部分又会程序性死亡。毕竟任何战争都会对整个生态造成负面影响。而在没有外来入侵者的时候，免疫系统也不会就此躺平，而是在身体的各个角落巡逻，吃掉死去的细胞，维护身体内部的生态平衡。我们平日里之所以无伤无病，都是免疫系统替我们负重前行。既然我们身体里每个免疫细胞都如此珍惜自己，我们有什么道理不爱护自己呢？对吧？